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脑科学家中野信子所著的《世界上聪明人所做的事情》这本书。世界上那些真正聪明的人，不仅仅是天资过人，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一些不寻常的行为，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孩子气。通过这些行为，他们能够引领周围的人跟随着自己的节奏。这是本书作者中野女士在接触到这些聪明人之后得出的结论。通过这个视频，您将了解到许多聪明人所采取的行为。这些行为有些会让人恍然大悟，有些则令人感到惊讶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世界上聪明人的 KD 率很高；第二，被周围人高度评价的聪明人都在享受工作；第三，在逆境中，聪明人也能坚韧不拔地生存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世界上聪明人的 KD 率很高。在日本 ，KD 这个词曾经一度非常流行。KD 是不会读取气氛这句话的缩写，意思是没眼力见，也就是对当前气氛没有判断力。想与对方建立友好的交流时，却不会按照当时的气氛或大家的脸色做出合适的反应。通常我们会认为能与周围人的步调一致是一种美德，而不会读取气氛则被视为一种缺点。虽然能够体察到周围人的感受是非常好的事情，然而实际上，在这个世界上活跃的聪明人中，其实有许多人都不会读取气氛。实际上，他们也是让周围人感到愉快的 KD。作者有2位日本同事，一位是坚守自我、不会读取气氛的 A 先生，另一位是总是体贴别人，即使是自己不喜欢的研究也愿意去帮忙的 B 先生。A 先生很清楚自己的强项，对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会一律拒绝。这种不会读取气氛的做法，反而使他在日本和欧洲都获得了高度的评价。而 B 先生虽然会读取气氛，协助他人去做各种研究，却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。那么为什么 A 先生能够成功呢？答案是他擅长把自己不擅长的部分交给在该领域有专长的人来完成，而自己则专注于发挥自己的强项领域。他的这种方法非常合理，因为他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去，而不是试图克服他的弱点。有些人可能认为依赖他人是不好的事情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当被他人依赖某事时，被依赖的人往往会感到很高兴。通常别人会很乐意接受您的请求，特别是在他们擅长的领域被请求帮忙时，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认可，从而会全力以赴。这种协作不仅对请求者自身有利，对提供帮助的人也有好处，最终双方都会取得优秀的成果。A 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，是因为他将自己的强项提升到无人能及的水平，并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交给那些能力出众的人去完成。比起自己平均地完成所有工作，这种方式更能让自己在某一领域达到顶级水平。通过这种方式， A 先生不仅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，也能够让其他人发挥其专长，最终获得了周围人的高度评价。对于像 B 先生这样倾向于独自承担所有工作的人来说，接受这种观点可能会有些困难。B 先生过于认真，往往会正面迎接自己不擅长的事情，并试图强行克服，最终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，让自己精疲力竭。但实际上，只需稍微改变一下思维方式，任何人都可以变得像 A 先生一样。大家需要明白，成为全能选手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即使是最成功的人也不例外。例如，在棒球运动员中，既是王牌投手，又是强力击球手，同时速度快、手背优秀的选手非常少见。与其勉强自己去弥补短板，不如专注于发挥自己的长处。这样不仅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，而且可以在享受的过程中工作。或许以前人们认为不会读取气氛是缺乏关心、缺乏同情心或自私的表现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通过成为 KD， 不仅是自己，
周围的人也会因此而受益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被周围人高度评价的聪明人都在享受工作。在前面我们讨论了不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，把这些事情交给擅长的人，并专注于自己的强项领域。那么，如果有人问您擅长做什么？您能立即回答出来吗？相比之下，如果问您不擅长什么，您能快速回答出来吗？客观地评估自己的能力其实是相当困难的。在作者所在的法国顶尖研究所里，有一位研究者 C 先生，他能够准确地评估出自己的能力。接下来我将讲述 C 先生如何通过接受自己的缺点而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。C 先生在年轻研究者中备受瞩目，曾经收到5个研究所的邀请。他性格开朗，好奇心强，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兴趣，并且对周围的人有着很好的影响力，能够为实验室带来积极的氛围。C 先生与其他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能够进行自我分析，客观地评估自己的能力，并接受自己的缺点。一般来说，优秀的人往往会有更多被夸奖的机会，因此他们容易变得过度自信，或者因为害怕不够优秀而变得过于严苛和紧张。然而 ，C 先生能够冷静地把握自己的能力，这不仅是一种工作技巧，更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人对自己有坚定的信心，有了坚实的自信基础，他才能够不断成长。C 先生评价高的原因，首先是他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，其次是他不被周围的赞誉所影响，能够冷静地分析并接受自己的不足。这种态度也是 C 先生个人魅力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当我们进行自我分析时，首先应该从建立对自己优缺点的准确认识开始。这种自信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建立：回忆自己最不喜欢的部分，那些让您感到后悔的事情，然后试着从积极的角度重新看待它们。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些困难，但如果我们能够将最否定的部分转变为积极的经验，那么我们将无所畏惧。我们也可以像 C 先生一样，建立不断成长的基础，通过获得坚定的自信，进行冷静的自我分析，并接受自己的缺点，我们会不知不觉间成为对周围产生积极影响的有魅力的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谈谈如何考虑自己和对方的利益。这次的主角是业界知名的 D 先生。D 先生是那种即使是政界的实权人物也会低头向他学习的人。他以其不相符的年纪、强大的气场和进取的姿态，时常迎接新的挑战，并取得一定的成果。特别是在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震灾发生时，D 先生的行动让人瞠目结舌。作者提到，许多人在震灾后因抑郁症而变得虚弱，而 D 先生则预测到临时住宅的竞争和复兴建设的高潮必然到来，迅速采取了行动，并全力以赴地工作。无论多么艰难的情况，D 先生总能将其变成机会。无论 D 先生做什么，都会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，也会对他人有所帮助。在这次地震事件中，他为灾区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帮助了许多人。在 D 先生看来，追求自己的利益与帮助他人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。D 先生不仅追求金钱上的回报，还不断获得社会上的回报。人类的大脑在获得社会认可和成功等社会性回报时，会大量分泌出多巴胺，带来快感并增强动力。所以，人们有时候会优先追求名誉和成就感，而不是金钱上的回报。D 先生在每次挑战新事物时，都会救助许多人，并获得他们的赞美和感谢。正是这种正面的反馈不断激励着他，使他不断前行。因此，无论 D 先生年纪多大，他都能保持年轻人般的活力。大多数人无法像 D 先生那样从事着大规模的事业，可能会觉得自己目前的工作根本无法兼顾自身和他人的利益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可以尝试反过来思考一下，做一些对他人有益的事情，并期望这些行为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。无论您的工作多么微小，
他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他人。此外，不论规模的大小，找到一些既能满足自己的愿望，又能为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，并付诸于行动，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保持我们大脑的活力和年轻状态。通过D先生的故事，是否有人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看法呢？让我们借鉴D先生的经验，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，也为他人创造价值，最终实现双赢。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您就会更有活力地投入工作，这样一来，利润也自然会随之而来。即使您的工作对他人有益，但如果这份工作不是您真正想做的，可能还是会感到迷茫和不满足。有些人可能因为过于忙碌而感到厌烦，但由于薪资水平还不错，还是忍受着继续做，或者他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无法维持生活，所以选择了现在的工作。这样的问题在许多人中普遍存在。为了帮助这些人，让我们来看看法国国家研究所的一位法国人易先生的故事。作者认为，他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人员之一。这位聪明的易先生做的事情，就是将任何工作都变得有趣。易先生每天工作到很晚，进行研究、学习，确保研究资金，领导下属，每年撰写多篇论文。尽管他非常忙碌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但总是显得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。易先生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全力以赴，但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则尽量避免去做。这与之前提到的 A 先生有些相似。不过，易先生有时也必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。为了让这些工作变得有趣，他会进行一些特别的安排。例如，易先生喜欢观看大脑图像和做演讲，但他不喜欢做实验的细节工作以及应付咄咄逼人的下属。为了使不喜欢的实验细节工作变得有趣，易先生会假扮成那些在这方面比法国人更擅长的日本人或德国人。这种有趣的想法甚至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生活。他在家里建了合适房间和日本庭园，而他的妻子也有着德国血统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逐渐变得乐于思考这些细节问题。在应对咄咄逼人的下属时，易先生会彻底了解该下属不擅长的事情。当下属提出意见时，他会将话题引向对方不擅长的领域。这样做有两个乐趣：一是享受下属困惑的样子，二是观察对方的反应，从中获取在自己演讲时如何应对提问的技巧。以上这些故事告诉我们，当您觉得学习或工作枯燥乏味时，可以尝试着将其变得有趣。首先找出自己最喜欢的事情，例如读书、看电影、美食等，然后把这些喜欢的事情和不喜欢的工作联系起来。如果您讨厌坐办公室工作，但喜欢玩游戏，那么可以设定一个时间限制，看看能在多短时间内完成任务，并想出最有效的策略。这样一来，工作可能很快就能完成了。如果你喜欢看电视剧，而必须和讨厌的人一起工作，可以想象自己是电视剧的主角，对方是反派角色，思考剧情如何发展。这样一来，您可能会发现反派也有其存在的价值。以轻松的心态，把不喜欢的事情变得有趣并不困难。聪明的人不会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，因为那样就不有趣了。工作在我们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。为了全力享受生活，让我们成为工作中的乐趣大师吧。接下来是第三部分，在逆境中，聪明人也能坚韧不拔地生存。我将介绍一位在学术上成功并克服艰难逆境的聪明人所做的事情。这位人物是能够说20种语言，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语言学的意大利裔犹太人 F 先生。F 先生在幼年时失去了父母，在养父母的家中度过了艰苦的少年时期。他没有任何财产，每天必须忍受着不公正的对待，努力活下去。F 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学者的能力、现在的地位和财富，并不是因为家庭背景优越或者父母的帮助，而是他自己努力积累、稳步建立的结果。
他没有在逆境中被打败，也没有变得消极，而是在学术界取得了成功。他的性格非常友好、随和和开朗，同时也拥有着坚强的精神力量。那么，他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？作者在与 F 先生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的强大之处，那就是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。这一点真是太了不起了。尽管他从小经历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但他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，也不进行抱怨。这种品质不仅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素养，而且非常令人钦佩。F 先生的这种态度看似平和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拒绝接受挑战，而是将其转化为自己成长的源泉的力量体现。他在逆境中学会了从任何人那里汲取教训，不是去否定，而是主动获取知识并促进自身的成长。这种能力使他在面对高强、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时，能够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战斗。他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会责怪他人或其他的外在因素，比如，他不会因为上司脾气暴躁导致新项目失败，或因为没有遇到好上司而得不到认可而感到不满。那些将失败归咎于外部因素的人，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相反，应该将时间用在思考如何从当前情况中获得教训，或者如何打破现状。这种思考方式不仅会更有趣，也更有价值。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保持希望和积极的态度能够使大脑保持年轻。因此，当您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逆境时，不妨借鉴 F 先生的做法，学会从中汲取教训，将其转化为自身成长的动力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您不仅能够克服困难，还能在学术和职业上取得成功，同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年轻的大脑。F 先生从少年时代起就没有将逆境归咎于他人，即使如此坚强的 F 先生，在身边没有任何支持者的时候，也会有心情崩溃的时候吧。当他一个人感到痛苦时， F 先生是如何保持不被打败的心态的呢？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想知道。作者曾亲自询问过 F 先生，答案非常简单，他的救赎来自于读书。在他少年时代， F 先生遭受了养父母的不公平对待，他的成绩非常优秀，却因此招来了养父母亲生子女的嫉妒，并被诬陷卷入到一起事件中。结果他被转学到了一所教育质量不高的学校。F 先生默默地离开了原来的学校，但在离开之前，一位认可他才华的老师对他说，在新的学校，你遇到好老师的机会不大，可能会孤身一人来面对烦恼。但是，即使没有人叫您，从现在开始，全世界的书籍都会成为您的良师和伙伴，你可以自由选择学习的科目和老师。听到这些话， F 先生感到非常感动。他下定决心，如果没有优越的环境，那就提升自己的能力，自己来创造环境。为此，他开始去图书馆读书，开启了依靠书籍学习的生活。现在 F 先生的家里有数万本书，他坚信即使身边没有伙伴，书中的人物也会成为他的朋友和支柱。通过读书获得的哲学指导，他塑造了自己的人格，使他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能积极的生活。这个习惯成为了他的一项宝贵财富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大家是否遇到过好的老师呢？即使有些人遇到过好的老师，但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下去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遇到过好的老师或上司，或者即使遇到了，也没有被对方所重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妨考虑一下读书。书籍对所有的读者都是平等的，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老师，他们不会生气。学习的速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来掌握。我们可以在自己喜欢和想学习的时候进行学习。从现在开始，记住，书籍永远是读者的伙伴，能为您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全世界聪明的人都拥有成千上万本书作为他们的老师。为了成为聪明的人，希望您也能找到一本喜欢的，能成为您人生导师的书籍。在没有伙伴支持的艰难时刻，
利用读书吧，这些优秀的老师会成为您成长的力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